佛学中有4句话，众所周知，却无人能解。古往今来，众多的饱学鸿儒、智者大德，都对这4句话有各种解释，却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。因为这里所蕴含着的是至今仍留存有智慧闪光的古典哲学。这4句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同时也是《金刚经》的核心表达。那么这4句话为什么会如此特别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曾告诉须菩提，假如用能填满3000大千世界的无数珍宝去布施，所得的功德也不如让他人受持《金刚经》中的4句话。是哪4句话呢？有人说是一切有为法这4句，也有人说是凡有所相，皆是虚妄这4句，还有人说是若以色见我这4句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很多人所认可的，可以简称为无四相的这4句。在《金刚经》中，类似的智慧名句实在太多，同时也要感谢鸠摩罗什，他1000年前留下的翻译真的很美。沉浸佛学颇深的金庸，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曾描写道，张无忌苦斗3度高僧，使用魔教武功圣火令，渐渐魔障大增，发出了3声怪笑，眼看就要走火入魔。此时还好有谢逊，他在地牢中用苍老的声音缓缓念诵《金刚经》，尤其念到无四相之时，张无忌心中思潮起伏，魔障便即消退。无四相竟有如此之功效，那是因为这4句话在《金刚经》中作为哲学核心，地位非常高。这一点金庸先生当然知道。那么就让我们来聊聊，究竟该如何解读呢？何为无我相？请注意，无四相直到现在也尚无佛学定论，本次的分享仅供参考。什么是我呢？上学的时候，我们会指着排行榜上的名字说这是我。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会拿着工牌告诉公司门卫说这是我。某一天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，别人会用手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是我。但你知道这些都不是我，那么真正的我又是什么？我既是决定我们身份的一种象征，也是禁锢我们思维的一个牢笼。萨特说过，他人即地狱。既然我们这么害怕我被侵犯，那么我的边界又在哪里？排队的时候你会说这是我的位置，打开钱包你会说这是我的财产，甚至你还会给别人主张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我的车子。确实，你知道这些其实并不是我。权力、金钱以及其他外物，甚至包括姓名，都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拥有的东西。这些都不是我，也无法代表我。那么我的定义被收窄了，看来只有自己的身体才是我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头发长的时候就会去理发，我们牙齿痛的时候就会去拔牙，甚至我们会割掉某些生病的身体组织，但没有人会把这些去除的东西当成我一部分的失去。那么好，
你会说，只有我的思想才是我，那就是大脑。所以我的定义又继续被收窄了。我究竟在大脑何处呢？人类的大脑大约有800多亿个神经元，可到现在为止，科学家无法从中间找出某个特殊的神经元可以被定义成我。我的存在只不过是其中的某种我们尚不知道原理的涌现结果。甚至世界也还有不少因为各种原因切除掉一半大脑，却和正常人智商、行动没有任何差异的半脑人，他们的我又在哪里？就像一层层的剥开洋葱，到最后却发现属于我的位置消失了。也许属于我的自我意识只是大脑努力构建出的一个虚幻表达。当我们的智人祖先在非洲草原奔跑的时候，他们的前额叶也在不断增长，让他们有了区别于动物的自我意识。可是自我意识让我们伟大，却也让我们陷入到了贪嗔痴中。因为我的存在，就有了贪，要为我去占有，就有了嗔，我因追逐而愤怒，就有了痴，为了我而庸庸碌碌。假如能够破除了我相，让我不存在，那么我、你、他就都融入到了茫茫人海中，也就是破除了我和他人的分别。就如同我们都听过的那个禅意小故事，老和尚领着小和尚出门，在河岸边，老和尚帮助一名女子，背着她过河。老和尚若无其事，小和尚耿耿于怀。过了好久，小和尚才敢问老和尚：师父啊，您是不是破了戒呢？老和尚笑了笑：我过了河就将它放下了，你怎么还背着呢？注意了，这个故事并非佛经记载，但却颇有禅意。小和尚只是出持戒律，老和尚却以真鱼化境。你与我之间，倘若已经放下了分别，就已经破除了我相。当然了，这真的很难，而破除虚幻的相，却只是刚刚开始。何为无人相？我们的大脑在某些方面很高级，却又在另外一些方面十分的原始。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·邓巴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，人类的大脑皮层所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维持住和150个人的稳定关系，这就是人的社交极限，也是生理所决定的极限。而150这个数字就被称为邓巴数。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很多例证，比如罗马军团的一个战斗小队就是150个人上下，而不少成功的初创公司发展最为迅速，管理最为顺畅的时候，几乎都在150个人以内。另外，针对社交网络的研究发现，无论我们有多少线上好友，经常联系的上限也同样是150人。然而你会问，人类社会的复杂度可以远远超过了邓巴数了呢？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又在我相之外延伸出了一个更大的我相，也就是想象共同体。当人类有了更大规模的组织结构之后，所有的战争几乎都是基于2个想象共同体之间的，比如部落之间，比如国家之间，比如宗教之间。想象共同体能让我们的社会组织更加的稳固，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执念。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，都是一个地方的老乡，都是一个明星的粉丝，
这些人为贴上的标签，既让我们拉近了距离，也让我们有了一致对外的动力。但这还没有完，人相虚幻的极致，就是有了我作为人和其他众生，也就是动物、植物之间的分别。人类很特殊吗？是很特殊，但作为人科人属的独一物种，我们和黑猩猩 DNA 的相似度高达 98.8%， 和老鼠 DNA 的相似度也有 90%， 甚至和香蕉 DNA 的相似度仍然有 60%。 为何会如此？这是因为我们和众生之间共享了一个始祖细胞卢卡，只是经过了漫长的几十亿年，我们逐步和其他众生分道扬镳而已。如果说破除我相很难，那么破除想象共同体的执念，以及破除作为人这个独一物种的执念，更是难的不可想象。佛学典籍中有以身饲虎、割肉喂鹰的故事，这正是一种大慈悲心的体现。不光是破除我相，更是要破除人相，最终达到众生平等。如果你说这可太难做到了，没错，但还没有完，更难的还在后面。何为无众生相？什么叫众生相？那就是众生同样也是虚幻的，要破除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区别。到了这一层，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了。我和他人没有区别是可以接受的，人和众生同等对待也是可以迁就的，但自己和路边的一块石头，难道也要没有区别吗？那不妨让我们想想看，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到底有什么分别？如果你是一位生物学爱好者，就会知道病毒到底算不算生物，直到现在学术上还仍有争议。病毒从本质上来说，就是一个在细胞间游走的 DNA， 如同被封存在 U 盘里的一段程序代码，病毒遇到细胞才会发挥作用。也正如 U 盘插入了电脑之后，其中的程序代码才有可能会运行。生物本质上就是化学反应，现代科学的发现已经让生物和化学反应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部分科学家担心，如果病毒也算是生物，那么可以引发疯牛病的软病毒呢？更简单，更碎片，连 DNA 也没有，只是一小簇会不断复制的蛋白质而已。那这又算什么？让我们的想象力继续突破具体概念的樊笼。著名的未来学家《失控》一书的作者凯文·凯利在10多年前的著作《科技想要什么》中写道，在对比了动物、植物、真菌等生命的演化时间和过程后，发现技术的演化过程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因此他认为，从概念上来说，技术也同样是一种生命体。10多年前，这个想法还有点惊世骇俗。技术从一堆温暖的篝火开始，从一个弯折的鱼钩开始，怎么就具备有了生命的种子呢？然而10多年后， AI 的横空出世，技术终究有了生命的模样。 AI 这个不属于众生，也不具备有任何 DNA 的造物，却演化出了能和我们对话的逻辑，甚至很有可能将会具备有和我们类似的情感。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界限又进一步模糊了。如果我们的想象再放飞一些，假设当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时候，如果他们站在
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去观察，很有可能会将人类的城市也认为是一种生命，因为城市会萌发，会繁荣，会长大，也会吞噬掉周围的城镇，同时也会衰败，也会消失。如果你认为这个想象足够浪漫，那么一个蜜蜂巢，那么一堆蚂蚁窝，那么一处珊瑚虫，是不是也在生命体之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了呢？到此为止，虚幻还没有被破除完，赶紧，请让我们继续。何为无寿者相？有的学者认为，寿者相就是指寿命，然而从我们刚才的分享来看，这个词一定会具备有更大的概念，也就是宇宙中可以被称为永恒不变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呢？是时间、空间以及相应的一切物理概念。终于要深入到问题的源头了吗？就连世界本身也是虚幻的吗？科幻史上的知名电影《黑客帝国》，这个镜头让不少人印象深刻。当尼奥从沉睡中醒来，身上插满了营养管，才发现他所熟悉的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其实不光是文艺作品，科学的发展也正在一步步地打破我们认知的边界。爱因斯坦认为，时间和空间就是同一种存在，这也是狭义相对论的基础。同时我们也发现，质量和能量也是同一种存在。而到了现在，四大基本作用力从理论上已经统一了3个，而很多科学家认为，引力也最终会被统一。最终，正如伽利略所言，宇宙是由数学这门语言书写而成的。他的预言也许真的就是事实。宇宙的本质很有可能会归结为一个数学结构，而所有的物质、运动、场、质量等等一切，都只不过是这数学结构的表现而已。佛学在2500年前就从唯心主义辩证法推导出了这一切，实在难能可贵。但你会问了，了解这虚幻背后的真相，又能有什么用呢？凡有所相，皆是虚妄。破除四相，能有什么用呢？其实《金刚经》本身就已经给出了答案：凡有所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不过，从知道到做到，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。明朝有一个婆子烧庵的禅宗公案，有一位老妇人在茅庵中供养了一位和尚，都已经有20年了。有一天，让送饭的年轻女子紧紧地抱住了和尚，可对方完全不为所动，还说出了枯木依寒颜这样的凛然之语。谁知道老妇人却很生气，我20年只养了一个俗汉，赶走了和尚，烧掉了茅庵。公案故事中的和尚也真的是太难做了，然而他的凛然正气也正说明了修行20年还没有破除我相及自己和姑娘之间的分别心，离破除后3相也还是太远太远。相对应，便是鲁智深在钱塘江畔听到了大潮涌来，先是惊愕，又随即拍掌大笑，留下了钱塘江上潮信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这样的颂语，盘腿作画。这一刻，鲁智深成为了真正的高僧。在施耐庵的笔下，他做了很多善事，也种下了不少恶果。
但作为金圣叹评定的上人物，不执于相，圆寂前的那一瞬间，完成了认知的某种循环，虚幻的我已然失去，真正的我大彻大悟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